大家好，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关心的话题：如何一眼看穿身边的人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如何快速看清一个人是非常实用的技能。在这里，我们把人分为4类：1. 心善手软； 2. 心狠手狠； 3. 心狠面善； 4. 心善手狠之人。不同的类别不仅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，也决定了我们与之相处的策略。你看懂了人心，不仅能帮你规避风险，还能让你在人际关系和事业上如鱼得水。接下来就开始一一剖析这4类人及应对之道。其实每一种都有鲜明的特点，了解了这些，你不仅能看透别人，还能学会如何修炼自己，成为最厉害的那种人。首先我们来说心善手软的人。这种人特别好认清，他们天性善良，内心淳朴，但缺乏魄力和手段。他们往往努力了一辈子，却因为软而活得很辛苦。比如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人，很多人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却因为太过善良，轻易相信别人，导致被人欺负或占便宜。你可能也听过类似的故事，借钱出去却要不回来，帮助了别人，往往却被反咬一口。这种人就是典型的老好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对待这种人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要保护他们。心善手软的人虽然没什么威胁，但他们的单纯值得我们珍惜。我们要帮助他们，而不是利用他们。同时，我们自己也要警惕，不能一味地做这种老好人。你只需记住一句话：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否则就是软弱。对待好人要讲感情，但对恶人一定要讲手段。如果你对恶人也一味仁慈，那最后只会被消耗得一干二净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心狠手狠的人。这种人很直接，心肠狠，手段更狠，但大多缺乏智慧。说白了，他们是愚蠢的恶人。这种人看起来很可怕，但往往一眼就能识别。比如有些人为了追求利益，不惜铤而走险，甚至做违法犯罪的事情。他们可能短期内会让你害怕，但因为缺乏智慧，最后往往是害人害己。监狱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所以遇到这种人怎么办？远离就对了。不管他们是朋友、同事还是路人，都不要与之纠缠。哪怕对方一句你瞅啥引发冲突，最后倒霉的可能是你。我们没必要把自己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麻烦里。现在到了最复杂的一类人，心狠面善。这种人非常有杀伤力。他们外表和善，满嘴仁义道德，但内心阴暗，城府极深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擅长伪装，用虚情假意来获取你的信任，然后设计套路坑害你。那怎么识别这类人呢？我总结了3种测试方法。1. 用钱测试。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心，可以用钱试探。举个例子，我结婚前，为了测试女朋友是不是看中我的条件，我故意带她去一个特别破旧的小房子，说这是我住的地方。我本以为她会嫌弃，结果她完全没有在意，反而很自然地陪我做饭聊天。这让我明白，她是真心对我，而不是冲着我的物质条件来的。2. 用事测试。再来说用事测试，你可以交代对方一件事情，看看他是否认真对待，是否能按要求完成。我有一个老同学约我吃饭，结果在我快到餐厅的时候，突然放鸽子，说有事来不了。你说这样的人还能深交吗？显然不行。这种小事往往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靠谱。3. 用时间测试。最后是时间。人心是最经不起时间考验的。虚伪的人，时间一长就会露馅。就像有些人刚认识时觉得特别好，结果相处久了才发现是个花架子。而真正值得交往的人，往往像咖啡，第一口可能不惊艳，但越品越香。所以对这种心狠面善的人，我们要保持警惕，时刻记住，再甜的糖也可能是毒药。最后我们来说最厉害的一种人，
也就是我们应该努力成为的那种人，心善手狠之人。这种人拥有菩萨的心肠，但手段却堪比魔鬼。他们用智慧和手腕帮助别人，同时也能成就自己的利益。这种人看似手段狠，但目的却是为了达成善的结果。当年佛祖降服孙悟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。如果佛祖没有智慧和手段，那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了。所以说，善良和手段从来不矛盾，真正的大智慧是用手段行善事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修炼成这种既有善良的初心，又有处理问题的高明手腕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应对不同类型人的策略：一、心善手软的人，保护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值得信赖；二、心狠手狠的人，敬而远之，避开他们的恶意和危险；三、心狠面善的人，用钱、用事、用时间去测试，时刻保持防范；四、心善手狠的人，学习他们的智慧，修炼自己，成为这样的人。最后，大家谨记住这句话：一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，坏人中的坏人，做到内心善良，手段果断，行事智慧，为社会和他人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掌控人生的主动权。